骑士龙浩辰对战士王媛媛，双方上场。那王媛媛不知为何前2天也消失弃赛，现在一回来就和大姐夫争夺最后一个名额，有古怪。嗨，瞎操心！大姐夫5节打他4节，那还不是轻松写意？更何况他还是个女战士。龙浩辰，我觉得你挺不错。等我得了冠军，第一个找你当队友。王媛媛，正好本届冠军的位置我也看中了，所以16强出线名额对我至关重要，我必定会全力以赴。哼，我还怕你不用全力呢。也太凌厉！忘记告诉你，弃赛那2天我刚好在突破5阶，现在16强名额我也势在必得。更好了！先是脖子，再是心脏，他的每一招都是直击要害的杀招。面对这种凌厉的攻击，一味防御倒是畏手畏脚了。再快一点！他竟一点也不防御。这一剑，你也不躲吗？怎么回事？明明受了伤，他的力量反而更强了。什么都想要，想守护与惩戒天修，反而什么都不精。那就让我们看看谁的攻击更强。而我是专注于进攻，耀日斩，专注一点就能超凡入阵。没用的，这种打不死人的进攻只会化成我的力量。蓄力发光！这小丫头就像一个弹簧，受伤越重，反而越强。这种特殊体质，难道是？你武器这么烂，又不穿盔甲，还敢和战士比拳头，只会输得更惨！盾被打碎了，剑也被打碎了，大姐夫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别再让着我，把你的魔兽坐骑召出来。
不然这场比赛就该结束了。如你所愿。光游凌厉，风雨急速，火灼增力。龙皓晨在这3属性坐骑加持下，才是最强状态。就算是弹簧也有极限，只要一剑斩断，就能结束这场比赛。蛟龙，泯灭！好，要的就是这种力量。在随时可能致命的情况下，他竟还不躲闪，仍以为进攻。这小丫头是疯了吗？简直是燃烧生命去战斗！还有多强的招，都使出来吧！皓月，王媛媛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你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什么？龙皓晨，你在说什么？如果这是战场，你应该趁机一刀砍死我，而不是对敌人仁慈。如果你对战斗的认知这么儿戏，那战场只会留下你的尸体。不顾一切的战斗吗？别急，这就是他上次没使出来的底牌了。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武器怎么在颤抖啊？我的法相怎么了？一气既出，重气通明，这股气息。好恐怖的威能！好强的威压！这面盾牌上竟然有和神印王座类似的气息。巨灵神之盾，这可是万年前辉煌年代流传下来的武器。没想到这小丫头居然是巨灵神后裔，难怪她会越受伤越强。可巨灵神血脉，听说不是早已断绝了吗？我只知道，随着巨灵神血脉的没落，巨灵神的神器也再未泄释过，而每一个巨灵神神器里边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上！太猛了！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用盾牌来攻击。
力量吗？这些能量过于强大，根本无法防御。这力量真的是5阶能发出来的吗？什么情况？试炼场都给震裂了！他这是怎么了？血州大姐能记得住吗？不好，马上终止比赛！王媛媛，我以战士殿主的身份，命令你立马停手，不准打了！剑杀！元龙剑！啊！结束了！发生什么了？太帅了吧！大姐夫的魔兽居然还能变身！才5阶就想控制巨灵神之盾，能量失控，差点自爆。你这丫头，可以的。今天还真是玩了把大的。龙昊陈胜获得16强最后一个名额。这小丫头也许是世上仅存的巨灵神后裔呀，可不能出事。巨灵神后裔，但他似乎无法控制巨灵神之盾，所以我侥幸进了16强。只有5阶，的确还太早。但随着他实力提升，日后恐怕会拥有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。可这孩子性格太过极端，过刚易折。现在比赛还看不出问题，将来若是并肩作战，恐怕会出现很大弊端。您是说，他并不适合做队友吗？猎魔团没那么简单，任何一个队友的选择都至关重要。至于如何选择队友，韩语，韩宇，自愿成为龙昊辰的护从骑士。这不说好了要回来给你过生日吗？太好了，你们不许再丢下我了。傻孩子。爷爷说
你要给我们一个惊喜，爸爸可期待看到小雨的作品呢。爸爸放心，我生日前一定能完成的。好，圣骑士长大人，我还是想请您收回成命。龙浩辰，你真的不愿意收小雨做你的护从骑士吗？但你可知，一名护从，尤其是一名5阶骑士做你的护从，对你有多大好处？护从骑士会绝对忠心地执行主骑士的命令，任你驱使。在战场上，他就是你的活盾牌，永远要为你冲锋在前，生死完全由你掌控。而且，小雨作为我韩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若他做了你的护从，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整个韩家都可成为你的助力。可是圣骑士长大人，没有人天生就该做别人的护从。我之所以一直想让他成为你的护从，其实也是为了我的私心，想让你救他。他今天会主动去找你，是得知了边关遭袭的消息。魔族近期将对联盟发动大规模袭击，届时可能会有排名前10的魔神参与。前10柱？13年前，仅是第6柱雄魔神华丽符兵临玉龙关，就致使我骑士殿数万将士殒命。小雨的父母临危受命，魔族大军来袭，边关死伤惨重。我命你即刻率军出发，镇守玉龙关。诚在，人在。属下领命。志哥，总是把你推入险境，你会不会恨我？爸，我们是自愿赴战的，为了玉龙关后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也为了让战争终结在我们这一代。只有我辈慷慨赴战，志哥之气方能翘足而待。鏖战3天3夜，玉龙关终于等到救人，但他们却没能回来。为什么要让爸爸妈妈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你不是圣骑士长吗？为什么不阻止他们？愚公，我身为圣骑士长，他们身为骑士，理应身先士卒。雨丝死去的是我的儿子儿媳，是小雨的父母。我没做好一个父亲，也没做好一个爷爷。小雨本可在他父母的庇护下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过着平凡安稳的一生。他原本可以不用走上骑士这条路，可自那以后，他便拼了命的训练，一心只想变强。他放任自己的内心被仇恨吞噬，性格也变得无比偏执。杀魔神为父母报仇，成了他活下去唯一的意义。但能以人类之躯与魔神抗衡的，除了神印骑士，就只有集合了6大殿力量的猎魔团。可他输了比赛，失去了进入猎魔团的资格。他复仇心切，太过浮躁，在战场上只会害人害己，失去资格反而是件好事。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骑士的品质，所以我想让小雨成为你的护从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加入你的猎魔团，才能有直面魔神、完成执念的机会。更因为
我希望你能影响他，让他走上正轨。小雨变成如今这样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我恳请你能帮帮我这个老头子。圣骑士长大人，您不用这样。我被接身处深渊之中，这并不是您的责任。既然您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。与平等契约相反，护从契约是绝对的控制与束缚。未来5年内，护从绝不能违抗主人的任何命令，而主人只需意念，便能掌控护从的生死。你是否已经做好了觉悟，舍弃你的生命甚至意志，为牺牲而生，为守护而死，永远挡在主人面前，贯彻身为护从的职责？以我之身为主之盾，永不背离。你是否已经做好了觉悟，承担他人生命的重量，永远冲锋，永不退缩，带领护从始终走在与魔族对抗的道路上？以血为媒，以剑为誓，永不离弃。你们必须牢记各自职责，相互信任，勇往直前，为联盟奋战终生。这便是身为骑士最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我们将毕生为联盟而战，为人类而战。希望我的决定没有错。汉语，小雨，圣骑士长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体内的光明之力正在急速增长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刚才有很强的光明之力涌动，将我们传送过来。这些石柱似乎因浩辰的降临而被点亮了，升到97就停下了。难道他们象征着浩辰的97点先天内灵力？97？龙浩辰的先天内灵力有97点，他是光明之子。赐福之地竟然被打开了。
府中从未降世的光明之子终于出现。我知道了，这里是光明之子的赐福之地。传说，当光明之子签订护从契约时，就会进入赐福之地。为其护从进行天赋压制共享。天赋压制共享。对，任何与光明之子签订护从契约的人，先天内灵力都会被大幅度提升。韩宇的先天内灵力竟然直接从原本的63点提升到了80点，80点的先天内灵力，这个天赋甚至超过了那几位神印骑士大人。难道浩辰将来会有一位神印骑士护从吗？进入黑暗年代6000年后，光明之子终于降临。难道人类苦苦等待的转机真的已经出现？先天内灵力竟然提升到了80点，我终于有了晋升9阶，直面魔神，为爸妈报仇的机会。没想到，我渴求的这一切，竟然都是龙浩辰带给我的，而我因为傲慢，差点就错过了这个机会。护从骑士韩宇此后将为主人而战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圣骑士长大人，您能帮我和老师也结一个护从契约符文吗？怎么回事？圣骑士长大人，我的先天内灵力只有9点。什么？9点？那你怎么可能修炼到5阶？不超过10点先天内灵力，应该永远也无法突破2阶才是啊！奇迹啊，这简直就是奇迹！但你知不知道，在整个圣魔大陆，平均每10个人中至少有8个人先天内灵力低于10点。他们受限于天赋，永远也无法突破2阶，注定庸碌一生。但如果他们都能像你这样，那对整个联盟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意味着在你身后瞬间多出千千万万的战友。你们俩都起来吧。人类的希望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我会将我毕生的经验传授给你，让你帮助更多平庸的人，也能找到他们生命的价值。太好了，老师！见过师祖。好，好，好，事不宜迟，现在我就来为你们2人举行仪式吧。